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西南石油大学王喜华，欢迎大家来到构造地质学课堂。上节课我们重点学习了张节理与简节理的特征，这节课我们学习构造节理和非构造节理的特征。我们已经知道，根据节理形成的地质原因，有原生节理和次生节理两种基本类型，而次生节理包括构造节理和非构造节理两种。构造节理是在内动力地质作用下形成的节理，如图5-23。这里的内动力地质作用主要是指构造运动。构造节理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：第一，一般情况下，构造节理的产状和方位比较稳定；第二，构造节理与区域构造或局部构造存在一定的关系，这是因为构造节理往往与褶皱和断层紧密相伴，在成因上有密切关系。第三，构造节理一般由构造运动产生，因此其发育的范围和深度均较大。第四，构造节理既有简节理，也有张节理。非构造节理是在外动力地质作用下形成的节理，如图5-24。例如，岩石因温度变化引起体积不均匀的膨胀和收缩而形成的分化节理，冰川运动和冰皮作用形成的节理，山崩地滑、人工爆破以及地震等原因引起的节理均属于非构造节理。非构造节理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：第一，发育的范围和深度有限，往往局限于一定岩层或一定深度之内，常局限于地表浅处，或局限于某一现象附近。第二，与各级各类构造没有规律性关系。第三，非构造节理主要以张节理为主，而且产状和方位极不稳定。构造节理与非构造节理有本质的区别。构造节理对油气层的影响比非构造节理的影响重要得多。在自然界中所看到的节理，很大部分或绝大部分都是构造节理，这也是构造地质学中主要研究的对象。其实，有些节理难以区分是内动力引起的还是外动力引起的，有些节理可能是内动力地质作用和外动力地质作用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一些节理可能早在成岩时已经孕育，或处于潜伏状态，在成岩后的长期应力作用下渐渐趋于破裂。有些节理在较高静岩压力下处于连接状态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未破裂，后来岩体剥落，处于地表负荷减轻而裂开。关于构造节理和非构造节理的特征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下节课重点学习节理的分期与